历史总是在重复同一种残酷的玩笑。每当一个庞大的帝国行将就木，命运往往会安排一个清醒者站在废墟之上，去承担那份早已注定的绝望。这个人不能是昏聩的，如果是昏君，亡国便是活该。这个人必须是英明的，必须是刚烈的。只有让一个试图力挽狂澜的人眼睁睁看着大厦崩塌，历史的悲剧感才能被推向极致。未有曹髦，哪怕身为傀儡，也要驾车冲锋，当街拔剑，用天子的一腔热血去撞碎司马氏的权谋铁壁。今有哀宗，哪怕大势已去，也要死守蔡州，忧愤自缢，留下一句我非亡国之君的悲鸣，拒绝做那受辱的囚徒。而在他们之前，在这张悲怆名单的最顶端，刻着一个更孤独的名字——子婴。他不是亡国之君，他是大秦帝国的丧仪官。他在帝国的心脏停止跳动前，试图做最后一次奠基起搏。他用46天的时间，走完了别人一生都走不完的权谋之路。大秦因嬴政而起，因胡亥而坏，因赵高而烂，因子婴而终。这46天是秦帝国回光返照的最后一瞬，也是贵族精神在关中大地上最后的绝唱。会蜀上温车臭，乃赵从官令车载一时暴雨，以乱其臭。秦王政37年沙丘，那个夏天热得反常，嬴政的尸体在温凉车里腐烂，暴雨掩盖了尸臭，也掩盖了帝国最高权力的血腥移交。从那一刻起，咸阳城就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屠宰场。胡亥即位，赵高弄权，李斯腰斩，蒙恬吞药，杀戮、清洗、连坐，嬴姓宗室的血染红了咸阳宫的台阶。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，作为始皇嫡系血脉的子婴活得像一个幽灵。在绝对的疯狂面前，生存就是一种最高级的智慧。他看着胡亥杀光了所有的兄弟姐妹，他看着赵高杀光了所有的忠臣良将，他没有拔剑，没有怒吼，他把自己伪装成一块毫无威胁的石头，一粒尘埃。他甚至有了2个已经成年的儿子，却依然在朝堂上装作唯唯诺诺。只有一次他开口了，当胡亥要杀蒙恬蒙毅时，子婴上书进谏，那是他在史书中留下的第一次发声，言简意赅，直指要害，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，是亡国的征兆。但这封奏书如泥牛入海，胡亥没有听，也没有杀他。或许在暴君眼里，这个只会引经据典的堂兄不过是个迂腐的读书人。子婴再次陷入了沉默，这一沉默就是3年1000多个日夜。他像一只在冬夜里蛰伏的蝉，在等待那个唯一的稍纵即逝的破局点。高使人请子婴数倍，子婴不动，高果自亡。秦23年8月，望夷宫变，胡亥被迫自杀。赵高拿起了那枚传国玉玺，但他发现群臣低头不语，大殿之上的空气凝固得像铁。他知道时机未到，他需要一个新的傀儡，一个过渡品。他选中了子婴。在赵高眼里，子婴是个完美的工具，人弱、低调、听话。但他看错了，这3年子婴不是在苟活，他是在磨刀。赵高立子婴为王，命他在斋宫斋戒5日，然后去太庙祭祖，正式即位。这是子婴唯一的机会。他很清楚，一旦走出斋宫，进入太庙，在那万众瞩目的典礼上，他就真的成了赵高掌中的玩偶。在无翻身之日，杀局必须在斋宫完成。这是一场极高风险的博弈。子婴手里没有禁卫军，没有虎符，他只有2张牌，2个同样隐忍多年的儿子和一个贴身宦官韩谈。4个人对战权倾天下的权臣。到了祭祖的那一天，子婴称病不去，赵高派人来催，不去，再派人来催，还是不去。赵高失去了耐心，若是新王不登基，他的合法性就无从谈起。他决定亲自去斋宫，把这个不听话的傀儡拖出来。他太自信了，他杀了李斯，杀了蒙恬，杀了胡亥，这天下还有谁敢动他？赵高大步踏入斋宫，看见子婴缩在榻上，这位权臣愤怒地咆哮，质问子婴为何耽误宗庙大事。但他没有注意到，榻上的子婴眼神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懦弱，那是猎人看着猎物的眼神。寒光一闪，宦官韩谈从帷幕后抱起，没有废话，没有审判，没有激烈的打斗，只有利刃切入喉管的闷响。那个毁了大秦基业、指鹿为马、不可一世的赵高倒在了血泊里。子婴站了起来，眼神冰冷，他下令移赵高3族，示众咸阳。这一刀迟来了3年，如果砍在沙丘，大秦或许还有救，但现在太晚了。子婴继位，换之乃称王，不称帝，且如宜阳。
杀了赵高，子婴甚至来不及擦干刀上的血，就开始了对帝国的抢救。这46天，咸阳宫的灯火通宵未灭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政治清洗。赵高经营多年，党羽遍布朝野，子婴以雷霆手段迅速清洗了赵高的死忠，重新启用了被压制的秦国旧贵族。他试图恢复秦法的严肃性，让这台瘫痪的机器重新运转。第二件事是战略收缩，他废除了皇帝的尊号，自称秦王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改变，这是对现实极其清醒的认知。子婴明白，始皇帝那个吞并八荒的帝国已经死了，他必须承认山东6国的独立，退回战国时代的格局。据小韩之故，拥雍州之地，只要守住关中，秦国就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诸侯国活下去。第三件事是绝境布防。此时的秦国主力军团已经全灭，王离投降。章邯在巨鹿战败后投降，20万秦军降卒，在新安被项羽一夜坑杀。那可是关中最后的青壮年。子婴手里拿到的是一张空白的资产负债表，但他没有放弃。他打开了尘封的武库，把库存的兵器发给咸阳的百姓。他调动了关中仅存的卫戍部队，将其部署在通往咸阳的最后一道防线蓝田。他在赌秦人的血性，赌关中的天险。然而除了军事上的绝境，更可怕的是经济的崩塌。多年的暴政和战争让关中粮仓见底，甚至连铸造铜钱的铜都凑不齐。他发布的每一道征兵令都像是发向虚空的废纸。前线传来的战报一份比一份冰冷，武关失守，遥关失守，最后蓝田防线崩溃。秦军并非不勇，而是真的没人了。刘邦的大军绕过防线，直插坝上，兵临咸阳。站在咸阳的城头，子婴向东眺望，那是黑压压的起义军，那是复仇的火焰，那是6国积攒了20年的怨恨。他手里还有牌吗？没了。再打下去就是屠城，就是让咸阳100万百姓给这个王朝陪葬。子婴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比杀赵高更难。秦王子婴素车白马，系颈以祖，封皇帝玺符节，降旨道旁。秦2世3年10月，咸阳城外指道旁，秋风萧瑟，落叶满地。一辆白色的马车，没有华盖，没有仪仗。子婴身穿白衣，脖子上系着丝带，史称系颈以祖。这在古代是象征把自己当作祭品，任由对方处置。他双手捧着那枚象征至高权力的传国玉玺，那块由和氏璧雕琢而成，以此镇压9州气运的玉玺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。140年前，秦孝公以此地为起点，变法图强；100年前，秦昭襄王以此地为中心，远交近攻；26年前，秦始皇以此地为都城，吞并八荒。而现在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刘邦到了，子婴跪在路旁，献上玉玺。刘邦没有杀他，刘邦封存了府库，还军坝上。子婴保住了咸阳的百姓，保住了宗庙的完整。他以为战争结束了，他以为至少可以做一个普通的贵族，在乡间终老。但他低估了人性的恶，也低估了历史的惯性。刘邦走了，项羽来了。如果说刘邦代表的是一种新秩序的建立，那么项羽代表的就是旧贵族最彻底的复仇。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项羽杀了子婴，不仅杀了子婴，还杀了秦宗室的所有人。大火在阿房宫燃起，这场大火烧了3个月，烧尽了秦始皇收集的天下图书，烧尽了历代秦王的宫殿，烧尽了大秦帝国存在过的最后一点物理证据。子婴倒在血泊里，看着漫天大火，他尽力了。秦积怨之日久，天下土崩瓦解，虽有周旦之才，无所复陈其巧。子婴在位仅仅46天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这46天不过是一朵不起眼的浪花，但正是这46天定义了大秦帝国的终点。他没有亡于赵高之手，没有亡于胡亥之手，他亡于一个清醒者之手。看着子婴倒下的身影，我不禁想起了那个在巨鹿旷野上痛哭的章邯。这是大秦最后的2个守夜人，一个在骊山拼死重铸帝国的骨架，一个在深宫拼命清洗内部的淤泥。他们是这艘沉船上唯2清醒的人，却被命运恶毒地隔绝在时空的两端。当子婴终于斩断了赵高的枷锁，试图召回帝国最锋利的剑时，章邯那把剑却早已折断在巨鹿的风雪中，内外皆断，孤立无援。子婴用一生最体面的方式结束了秦始皇的万世帝国梦。随着子婴的倒下，那个上黑的、崇尚法度的、拥有虎狼之师的古典军国主义时代彻底终结。废墟之上，楚汉的双雄正在磨刀霍霍，而在那片焦黑的土地下，大秦的兵马俑依然保持着整齐的方阵，他们在黑暗中永久的沉默，仿佛还在等待着那道永远不会再来的军令。